而美国为了打台湾牌，还不惜花血本为台湾维持所谓友邦。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当选将与中国大陆建交的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参选人西奥马拉·卡斯特罗日前在大选中获胜，但因美国此前曾施压卡斯特罗，让其维系与台湾方面的所谓官方关系。当再被问及是否与大陆建交时，卡斯特罗阵营人士则又改口称对建交尚未决定。被认为是洪都拉斯3位副总统人选之一的纳斯拉勒日前又称，只要美洪关系良好，就不需要与中国大陆建立关系。对此，台湾《中国时报》一篇评论一针见血的戏谑称，号称最会护主权的蔡英文这几年都是靠美国来捍卫所谓邦交或寻求涉外事务的突破。好，相关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洪都拉斯当选女总统卡斯特罗突然在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这件事情上变得犹豫起来了，您怎么看？很显然，这是因为拜登政府施压以及当选女总统卡斯特罗重新权衡了这件事情的利弊，尤其是权衡了洪中与洪美两队关系之后的结果。众所周知，洪都拉斯虽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都对美国依赖颇深。美国不仅是洪都拉斯最大的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在打击毒品贸易上对洪都拉斯帮助非常大，而且美国还在洪都拉斯建有中美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出手阻止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跟中国大陆建交，就不仅仅是在维护台湾的利益，更为关键是还是在保护美国自己的后院。所以我们看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拜登政府可谓是使尽了焚心解数。不仅在洪都拉斯大选前，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可斯亲自带着一个代表团给相关候选人来施压，而且在卡斯特罗当选后，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发表了祝贺声明。这个声明还特别指出，美国将继续支持洪都拉斯强化其民主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对抗贪腐以及跨国犯罪。这里面显然还有做交易的成分在里面。它说明，为了阻止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美国是下了血本的。那拜登政府出手阻止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又会对接下来的海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按理来说，洪都拉斯是否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完全是两岸之间的事情，应该由两岸来博弈与斗法。然而我们看到，在洪都拉斯的去留问题上，核心当事方蔡英文当局却完全使不上劲，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看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美两个大国博弈，并接受最终博弈的结果。这个也就意味着，在两岸外事领域的争夺战中，台湾手上已经没有什么筹码，压根就不是中国大陆的对手。而美国这次出重手，帮助台湾稳住洪都拉斯，阻止洪都拉斯跟中国大陆建交，也就意味着，在两岸外事领域的争夺战，或者说在维护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上，美国已经赤裸裸地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问题，已经成为了中美直接博弈的战场，成为了检验中美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帮助台湾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上，拜登政府不仅加大了力度，而且摆出了要跟中国大陆两线作战的架势。一条战线是着眼于防守，也就是帮助台湾稳住所谓的邦交；另外一条战线则是着眼于进攻，也就是要在中国大陆的邦交国中挖墙脚。最近立陶宛设立台湾办事处，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所谓友台决议，都是美国挖中国大陆外交墙角的结果。那在美国出手帮助台湾稳住洪都拉斯之后，台湾与洪都拉斯的所谓邦交关系是不是就稳定了呢？那倒未必。其实最近这些年来，在是否与台湾断交这件事情上，洪都拉斯的态度一直在左右摇摆。2012年，洪都拉斯曾经声称要跟中国大陆发展全面性关系，甚至因此长达1年半没有向台湾派驻外交官。今年5月份，还传出洪都拉斯为了解决疫苗短缺问题而准备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消息。
那么同时，洪都拉斯还连续6年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发言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体系。就是这一次新当选的女总统卡斯特罗，也仅仅是表示尚未就是否与台湾断交做出最终决定。这既可以解读为卡斯特罗尚在犹豫中，也可以解读为卡斯特罗在跟美国讨价还价，以为洪都拉斯争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因此，洪都拉斯最终会不会跟台湾断交，还要取决于中美2个大国下一步的博弈结果。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